如果你拿到一台全新的 MacBook， 一定要更改以下几项设置。当然我手里这台不是新的了，这一台是2021年的，我已经用了4年了。但是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希望能够帮到你。因为上一期推荐笔记本电脑的视频呢，我给很多人其实都推荐了 MacBook。那有很多人之前是没有使用过 MacBook 的，所以这里呢，我结合自己的使用经验，帮大家去调整一些设置，方便你更好的使用。如果拿到一台全新的 MacBook， 我要改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触控板。它在这个系统设置里边，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系统设置，然后拉到最下面，在这个触控板这里边有一个轻点来点按，把这个打开。如果你不打开呢，它就是你需要把这个触控板摁下去，它才有这个点击的反应。但是把它打开的话，我们只需要轻轻的去碰一下，就相当于是鼠标左键点击了。调整完这个触控板之后呢，我们的很多操作就会变得非常方便。那么下一项呢是关于系统更新。那么它这个系统更新呢，在它的系统设置里边，我们找到通用，这里边有个软件更新。我建议你拿到手之后呢，就去做一下这个软件更新，因为苹果的软件更新呢相对比较稳定，它不会像那个 Windows 一样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而且也没有那么频繁。每次更新呢，基本上都会伴随着一些更好用的功能或者更好的系统优化，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拿到手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更新一下系统。那么接下来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程序物，那它就是类似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那我们把鼠标挪到最下面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程序物的条。这里边所有的图标呢，都是我们可以自行去调整的。我们打开这个启动台，其实就相当于是开始菜单里边的应用程序。这里边显示了我们所有已经安装过的软件。那么如果我们有想用的软件呢，我们可以从这里把它拖拽到这个程序物上。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用2根手指同时触摸这个触控板，或者你有鼠标的话，可以点击鼠标右键。当然，这里我要插一嘴，就是不建议去买这个苹果的所谓的妙控鼠标。我觉得这个设计呢非常的反人性，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普通的蓝牙鼠标，使用起来可能会更方便一些。这里点击右键，在这里边有选项，从程序物中移除。当然呢，也可以把它直接拖拽到右侧的垃圾桶里边。然后呢，大家可以点击这个竖杠去调整这个程序物的大小。这个程序物呢，大家可以看到分了大概这样3块。那么左边呢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软件，然后这里边呢是我们刚才打开的软件，包括我现在正在使用的录屏软件。那么最右边呢是我们可以常驻的一些文件夹，这里我的文件夹设置呢是放到了下载和垃圾桶。那么这个显示形式呢是可以更改的，我们在这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显示内容可以调整成扇形、网格、列表或者自动。那么这里边我个人的习惯呢是扇形。然后呢，这个程序物的位置呢是可以随意去拖放。我们找一个程序物上空白的地方，点击右键，这里边有置于屏幕上的位置。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在它这个屏幕的左边或者右边，当然我个人的习惯呢是在底部，同时我也是习惯把它这个自动隐藏打开，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显示页面。例如说呢，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我们在这个页面的最上方呢双击，它就可以扩大到整个页面上。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程序物没有隐藏的话，它就会占掉下面的这个空间，所以我是习惯呢在这里边把它的隐藏开启。这样我们再次双击这个页面的最顶部，它就可以扩展到整个页面上。那么这里呢，其实就是 Mac 和 Windows 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在关于这个页面的最大化上，如果是 Windows 的话，那这里边有一个类似的按钮，它其实是最大化。但是呢，在 Mac 这里边它是全屏幕。如果我们点击这里的话，它会相当于是再开一个页面，然后把它变成全屏的。如果不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全屏应用，我一般是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全屏页面来使用的。那么这个时候更接近 Windows 的最大化呢，其实是在这个上面双击。下一步呢，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桌面。在这个桌面的最上方呢有个显示，我们点开显示，然后呢点击使用堆叠。这样的话，桌面上的这些图标呢就会按照文件类型整理在一起。我们点开它的话，它就会全部展开。这样呢会看起来比较整洁。然后呢，这里的图标呢可能会显示的比较乱，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边点击显示，或者呢在屏幕的空白处点击右键。这里有一个整理方式，我们可以给它调整到吸附到网格，这样它看起来会比较整洁一些。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调整这个访达。访达呢就是类似于 Windows 当中的文件管理器。我们点开访达之后呢，这里边有显示，
然后呢，我习惯呢是显示路径栏，这样下面会有一个完整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具体在什么位置上。这里呢也可以把它调整成显示标签页，这样的话呢，我们想打开多个文件夹的时候，可以直接点加号，它就会像浏览器一样显示多个页面。然后最上方呢有一圈工具栏，这个工具栏呢大家是可以自己做调整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在这个工具栏上面点击右键，自定义工具栏。这里边我常用的这几个呢，隔空投送，一个呢是推出，然后这里点击完成，它就可以固定在这上面。那么这样设置好之后，我们再插上一些 U 盘啊，或者一些这个内存卡的时候，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推出或者显示。里边的文件呢，也可以用 AirDrop 方便的去分享给我们的其他设备或者其他的苹果用户。苹果虽然自带了一些软件，但是使用起来呢，可能不是很方便。例如说这个浏览器，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去下载一个谷歌浏览器。那么下载好这个浏览器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点击设置。在这个桌面与程序物这里，我们往下拉，可以找到默认的网页浏览器。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改成这个谷歌浏览器。同样呢，苹果自带的这个播放器呢，播放起我们正常会下载的一些视频呢，也有很多的毛病。所以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软件，当然这个软件是付费的，这个叫 Infuse。这个软件呢，对字幕文件和这个杜比世界 HDR 的支持都比较好。在这个苹果上的视频播放软件呢，我其实是推荐这个 Infuse， 也同时教一下大家如何去更改它这个默认的播放软件。我们找到任意一个文件，在上面呢点击右键，或者呢双指触碰触碰板，在这里边有一个显示简介，把它的打开方式这里调整到我们需要用的软件，例如说 Infuse。然后呢，我们去点击全部更改，这样呢，我们就把同一类型的文件都改用了这个软件来打开。那么下一点呢，是关于这个 iCloud 的设置。在系统设置，我们点开自己的账户，这里边有一个 iCloud， 尤其是呢这个照片这里，这个照片的 iCloud 设置呢，其实是跟 iPhone 非常像的，意思的就是它会把你这个在照片这个文件夹里边的所有的图片存到云端，当你想要点开的时候，它会重新从网络上下载。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断网了的话，我们的照片是全部都显示不出来的，这样对我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我这里边强烈建议把这个照片的备份关掉，然后点击完成。那么到这儿呢，这台 MacBook 基本上就已经设置好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呢，希望你能够给我点点关注，还有一键三连，这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呢？也欢迎用各种方式来跟我联系。如果你也有关于苹果电脑的一些使用经验，也欢迎你分享到评论区，大家一起去参考学习。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